朋友們，大家好。本期節目我是用昨天才買的二手手機榮耀 V3， 它是折疊手機來拍攝，而且我是把主攝像頭當前置攝像頭來用，這個功能我覺得真的不錯。這是榮耀折疊手機 V3。昨天呢，我去賣家家裡取貨的時候，他就告訴我，其實呢，榮耀這個折疊手機有個新的功能，原來我不知道的啊。主攝就這個啊，一般是後置的，對不对？但是它可以通過軟件實現，它可以當前置攝像頭來用，就相當於你自拍，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看得見你的人呢在畫面什麼地方，所以我覺得啊，這個功能特別有效。因為我們知道普通的前置攝像頭，它一般來說拍出来不管是那個照片呢，還是視頻，它的效果都没有主攝那麼好，对不对？今後呢，我就不用那個前置攝像頭了，直接用主攝當前置攝像頭來用，這個功能真的非常好。好的，今天那我就來說說德國二手市場。二手這個詞在我們中華文化當中就是不是特別好，很多人呢比較排斥，但在德國呢相反，我認為啊，這個二手市場比較成熟，而且普通人呢對此並不排斥，主打一個性價比。昨天呢，我在網上看見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報價。其實我關注榮耀這款折疊手機，也就是 V3， 已經很久了，因為我一直想買。之前呢，我是用這個手機，是榮耀 Magic 6 Pro， 這個也非常不錯。我喜歡巨屏手機在市場上目前除了折疊就沒有了，它這個6.8寸還不夠大，所以呢，最後呢，我昨天就看到有人賣二手的之後，而且那個價格特別美麗，然後我當天啊，昨天它應該是下午3點鐘發出來的，然後呢，我3點15分我看見之後，馬上就跟他聯繫了，4點鐘我就跑到他家了，因為他也在科隆，去那個地方去取貨，然後下午我就拿到了，所以呢，昨天我一天沒有做什麼事，拿到之後呢，弄了半天吧，因為要把這個手機的東西把它先拷貝過去，然後呢，把各個 APP 把它試過沒有問題之後呢，我才敢把這個手機的東西把它刪掉，也就是系統那個復原，然後呢，我會把這款手機賣掉。這款手機目前也沒有任何問題，只不過呢，我現在有了這個折疊之後，那就肯定這個就派不上用場了吧。這個其實真的很不錯。另外呢，我發現對我來說，我認為現在512G 內存也太小了，但是現在主流的手機它最多就是512，1TB 的比較少，512好像目前是主流。其實我前段時間也關注過，你們也知道華為對吧？大概是3個月前，它推出了一款折疊手機，它不是那個16:9，是 A40那個比例的尺寸，我覺得特別好。真的很想買這款手機呢，是叫 Pura X Max， 對吧？但是呢，這款手機在海外不能好好使用，因為它不帶谷歌，它是一個鸿蒙系統，沒有谷歌。剛才說了，在海外可以說寸步難行。另外呢，在華為的鴻蒙系統的手機上，德國銀行 APP 是運行不了的，普通運行可以，但是呢，你用它來支付啊，或者你用它來轉賬啊，那就不行了。因為我原來試過啊，沒辦法。本來我特別想買，比這個榮耀折疊手機還想買 Pura X Max 那款手機，對我來說就像個夢中情人一樣。但是在德國不適用啊！哎呀，真的，美國的制裁讓人非常的無語。在德國，如果是二手的東西，最好有原裝那個包裝啊，越有原包裝的話，你到時又想出手的話，人家買家就更相信你，也能夠賣相对來說更高的價格。所以我在德國如果是買二手的東西啊，肯定需要像這種電子產品需要原包裝，還有呢，原來買的那個小票，因為它牽涉到還有質保。比如說我買這個榮耀折疊手機，它還有1年的質保，只用了1年，然後那個買家就賣掉了，因為它已經換了下一款是 V5， 我試了所有的功能都正常，沒有任何問題。而且它的電池沒有什麼衰減，衰減可能很少，但是呢，我查不出來。當時啊，我看到這個價格那麼美麗，
馬上就出手了，沒有跟他砍價，因為他給那個價格目前是在我網上看到二手的這款手機最低的，加上呢他又是在科隆，我可以跟他面交，因為從那個賣家的談吐，你大概知道他對這個手機的保護到底怎麼樣。我是上他家裡去拿貨的啊，進去之後呢，沒有聞到任何的煙味兒，可以這樣推斷他們家沒有人抽煙，沒有人抽煙，那對這個東西更好一些。另外呢，他整個家看起來特別乾淨啊。說了现在說點題外話，我看這個人的那個門鈴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不是德國人，因為看他的那個名字應該是土耳其人。後來我進去之後呢，跟他交談了一下，我就比較直接的問他，我說你應該是第2代土耳其的後裔吧？他說是第3代了。當時我看見一個男孩，大概就13、14歲在家，我就問他，我說他是在德國第4代的土耳其人吧？他說是的。因为他從他的長相就特別典型的土耳其，當然了啊，像土耳其、伊朗那邊的人，或者甚至有的時候呢，那個希臘人，我就不是特別的能區分他們誰是土耳其人呢，誰是希臘人呢？他自己說他是在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所以他講的德語跟德國人呢沒有任何的區別，沒有口音。好，我們回到那個二手市場。剛才說了，這個原始的包裝非常的重要。然後呢，我買了這個還有1年的質保，所以呢，我一點都不擔心。所以在德國啊，大部分來說啊，當然也會有一些壞人，大部分人還是相對來說比較誠實的。比如說這個手機到底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一般人會告訴你，有什麼小缺陷，或是外觀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他那個拍照片的時候會拍一個特寫的那個照片，哪個地方有個印啊，哪個地方有點掉漆啊，他會說得非常清楚。我這個呢沒有任何的問題，外觀也沒有任何問題。另外這個呢，榮耀 Magic 6 Pro， 如果我在德國現在出手的話，應該還可以賣到300歐元，甚至300多一點，也就是人民幣大概2400塊錢或者2500塊錢這樣子。到時我出手，相當於呢，其實我多花800人民幣，我就可以把這個直板手機，然後升級成這個折疊手機，就是現在我拍攝的這個折疊手機，我覺得很划算呀，幾百塊錢，800塊錢左右，我就可以升級了。在德國呢，剛才說了，這個二手的市場比較成熟，然後呢，德國人對這個所謂的二手也沒有那麼排斥。我相信呢，咱們這期觀眾肯定之中呢，有些人是在德國長期工作、生活、學習的啊，所以呢，你們也知道，在德國二手這個東西非常的普遍，對吧？我回憶起來，在德國我買的所有的手機，沒有一隻是新的啊，包括幫我家那位買的，全是二手的手機，9成新的或是95新的，沒有買過新的。為什麼呢？一個當然是為了省錢了，對吧？因為性價比我認為特別重要。像這個手機如果買新的，你們知道在德國多少錢嗎？剛開始的時候是2000歐元，後來呢降價到1500，現在新的還要1000歐元左右。但是我這個是多少買的，你們知道嗎？只用了1年，450歐元買的。它450歐元是個套餐，還包括這個，這是榮耀智能手錶5，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這個。在國內還值多少錢？我在德國看了，也是二手市場。這個東西呢，在德國至少還有50到70歐元這個價值。所以昨天我知道我在網上查了之後，我就覺得也不錯啊。即使到時我賣50歐元，對吧？然後我這個套餐是450歐元買的，那麼相當於我出手之後，這個手機我只花了400歐元，3200人民幣。還有啊，朋友們，在德國，這個手機相對來說比較新款的話，都有一個功能，那就是虛擬手機卡這個功能。因為在國內買的國行手機是沒有的。虛擬手機卡有什麼好處呢？那就是你可以暢遊全世界，而不需要實體那種手機卡，只需要虛擬的就可以了。你在出國前就在德國先買好，我要到那個目的地的那個流量套餐，然後呢，我一落地就可以馬上使用了。用虛擬手機卡，我就直接可以上網了。
虛擬手機卡也特別的方便。可是在中国購買的國行的手機，据我所知是没有这個虛擬手機卡功能的，我也不知為什麼。說到二手，在德國不僅是手機啊、電子產品啊，另外呢，在德國最受歡迎的二手商品是什麼？你們知道嗎？是二手汽車。所以你們在街上看到很多跑的啊，很多都是二手的。因為呢，在德國它那法律特別嚴苛，比如說，如果你的是事故車，如果你是泡水車，你賣家在賣的時候呢，沒有說明，買家買了之後，即使他開了1年才發現，比如說你的車原來是那個出過事故的，但是呢你隱瞞了，到時那賣家可以告你，要你把這個車收回去，原來付的什麼價格，然後你要老老實實把那錢還給賣家，就這樣。正因為這個法律的底線在那裡，所以賣家一般來說不敢作假。當然在德國做假的也有，正因為有法律在那裡兜底，所以二手市场，特別是二手車的市場，相對來說還是有保障的。你們也知道，我相信在哪個國家都一樣，你買一樣東西是新的啊，但是你出了那個店門，馬上可能它就貶值了，貶值10%、20%，1年之後可能會貶值30%。那車一樣，比如說20萬的新車，如果1年之後你出手，那可能要損失個4、5萬吧，或者5、6萬吧，也就是1年之後可能只值15萬，甚至14萬，對不對？普通人1年他能夠存下5、6萬塊錢嗎？我說普通的職員啊，比較難，對吧？從這點來說，為什麼很多人像我說的在德國能夠接受二手，那就是這個原因，就是性價比。對我來說也一樣，我原來在德國開過，我想想，應該開過4輛到5輛不同的車吧。第一輛買的是那個很老一款，我當時呢98年的時候剛考到德國駕照，然後我就給自己買了一輛二手的那個車。後來呢，我最後一輛是那個奧迪 TT， 對吧？我是那個自由職業者，當時做網商，一般呢很少出差。我的那個奧迪 TT 1年啊只有4、5次的機會開它，幾乎都是在車庫裡面吃灰的。這樣經過了3、4年之後，我就覺得不行啊，因為你不開也在貶值，對吧？而且這個保險費1分也不少，然後呢你不小心磕碰了什麼地方，像這個奧迪它那個特別的昂貴。有一次呢，我的那個車燈有一邊出了問題，但是奧迪就那麼操蛋，即使是那個裡面燈泡出了問題，因為是集成的，它全部啊就左右這個燈都要換掉。這左右這個燈這樣一套換下來，你們知道花了我多少錢嗎？那個車燈啊，1500歐元，花了12000塊人民幣，當時把我氣的。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就不想再那個養車的原因了，因為我1年只開4、5次，大多數時間吃灰，所以我就覺得不合算。然後呢，我們果斷就把那個車處理掉，然後呢，把我們的車位出租了。現在1個月呢，車位還有100歐元左右呢，1年我就有9600塊人民幣，小1萬人民幣，光是我的那個車位出租，對吧？所以不養車也是好的。扯遠了啊，在德國，如果你買二手車，向私人買也可以，但是有些私人呢，他不是那麼的誠實。比如說有些很小的問題，就零件的問題，他不告訴你，但這是屬於那種磨損件，不屬於大的問題，所以他不告訴你，那讓你倒霉。所以有的人呢，他圖便宜，比如說買個1000歐元、2000歐元的二手車，但是開了一段時間之後呢，這樣壞那樣壞，這在德國人工費也不便宜。所以最好啊，在德國買二手車還是像那個專門那種賣二手車的那種企業公司去買，要寫合同的，裡面寫清楚車有什麼問題，質保多久，他也提供質保。雖然像這種公司買二手車稍微貴一點，可能貴幾百歐元，但是你買的更放心，更有保障。過去呢，一直都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從其他的那種專門做二手生意這種公司那裡買車。目前為止呢，沒有出現過
大的問題，小的問題當然會有。剛才說的有這個零件壞了，那個零件壞了，這是普通的磨損。但相對來說，我認為是非常有保障的。就是說，德國的法律比較嚴苛，對於這個二手市場這個監管比較有用，所以很多人呢心有餘悸，不敢弄去作假呀。但是在德國，我發現二手市場雖然就是法律方面比較成熟，但是這物流方面還有這個付款方面沒有中國好，可以說是非常落後。體現在哪裡？比如說，在德國二手市场，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叫 Kleinanzeigen.de， 它竟然沒有保護買家能夠一定收到貨，賣家一定能夠收到款，沒有這樣的機制。後來應該是去年還是前年才引進的，但是呢，手續費又非常貴。你們沒聽錯啊，它這個交易保護功能是要收費的，而且收費不便宜。比如說，你買300歐元的東西，最後呢，它這個中介費啊，就是保證你能夠收到貨，保證你能收到款的這個環節，就要大概7%還是8%物品價值的那個中介費，我認為太貴了。也就是像這個300歐元的手機，如果我賣的話，光是保護的這個中介費就要20歐元左右，20歐元就人民幣160了，是不是太貴了呢？所以很多人呢不想用，但是不想用，如果你通過銀行匯款給他，你通過 PayPal 網上匯款給他，那賣家如果不發貨，你的錢是要不回來的。所以目前為止，在德國二手市場這個收付款特別麻煩，還不安全，很多人血本無歸。說到血本無歸，我這裡又補充一點，也是德國網上購物的啊，非常非常的操蛋。今年夏天歐洲酷熱，对吧？所有的空調都脫銷，特別是中國的空調根本就沒貨。前2天還看了，真的想買一款空調，你們知道嗎？現在如果我下單，它最早能夠發貨是9月份，也就是2個月之後，秋天就來了，黃花菜都涼了，但是呢沒貨呀。正因為很多人想買空調，特別是那個美的免安裝分体式空調，那麼在網上，同學們注意了啊！如果咱們觀眾当中有的人在德國的，也想買這款空調的，一定要注意啊！在網上目前有很多騙子，我就看見一個騙子，本來這款空調夏天之前是800歐元左右的，就是說這美的免安裝空調800歐元左右。前2天我想買嘛，对吧？就在網上搜。看到有一個賣家，他還做廣告，因為他的鏈接在搜索結果的最上面，才400多歐元，而且是一個德國的網站，所以我就點擊進去啊。誰看見這價格那麼美麗，都有點好奇嘛。雖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因為不可能那麼低的價格，但是我還是點擊進去了，看了這家是什麼公司的，是德國什麼什麼有限公司的。然後呢，我多了一個心眼，我就問那個 AI。還問那個谷歌的搜索引擎，這家公司可靠嗎？過去買家對它的評論如何？這些信息呢都是透明的啊。問那個人工智能平台，他知道，他告訴我小心這家公司，他們是騙子，而且騙的人還不少。你們想想看，本來原價800歐元的，他說現在只有400多，而且是大家都沒有貨的時候。他賣400多，那是不是你要敲響警鐘呢？另外，這款空調現在市場上炒到2000歐元、3000歐元，甚至5000歐元，它才賣400多。你說，作為一個正常的生意人，是不是這個人有點傻逼呢？虧本去賣，有這種可能性嗎？天上沒有掉餡餅的時候啊，也就沒有免費的午餐，所以呢，絕對不能圖便宜。對我來說已經是屬於相對來說大件的商品了，那一定多留個心眼，不是幾歐元、20歐元的東西，你丟了不可惜，那可是呢幾千歐元的東西啊，那可是上千歐元的東西啊。美的這款空調目前被炒到差不多5000歐元了，人民幣差不多4萬塊錢了，而這個賣家它價格只有3000多人民幣，3000出頭，那邊已經是差不多4萬了，這價格區別那麼大。有可能是真的嗎？所以根本不可能，一定要多留個心眼。
而且不能貪小便宜，不貪小便宜，一般來說就不會吃虧。好了，說來說去嘛，對於很多德國人來說，二手商品不是什麼羞恥的事，主打就是性價比最高，然後呢就買它。我也一樣，我也德國化了。這些年我所有在德國買的手機呢，都是二手的，我的車也是二手的，車沒有出過問題，而手機就更沒有出過問題。在國內其實我也買過，比如說我在閒魚上面買過，轉轉上面也買過，都很不錯。我的經驗之談吧，我覺得國內二手市場這平台要比德國好太多了。德國的數字化遠遠不及中國。從二手市場平台它的運作啊，還有整個設計來看，真的德國二手市場科技含量絕對沒有中國高。好的，朋友們，你們怎麼看呢？你們是不是覺得買二手的東西沒面子？第二個是窮人才去幹的事啊。我作為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絕對不會去買二手的東西。當然，錢在自己手裡，你想怎麼花就怎麼花，沒有誰更好，也沒有誰更差。只不過呢，消費理念不一樣。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我們下期見吧，拜拜。